我国人民决心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。我们首先要靠自己的努力，同时我们要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。改革开放，胆子要大一些，没有点冒的精神，没有一股气、一股劲儿，就干不出新的事业。不冒风险，办什么事情都有100%的把握，谁敢说这样的话？基本实现全面国产化吧。只要能为东海引进先进的技术，不拘形势，大胆尝试。我们希望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，走上健康发展的快车。货品的多样性啊，一定要考虑的周到，别让市民感觉只有想不到，没有买不到。在合作形式上，还可以更加灵活。Here's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Donghai chemical industry in China. 我们正在执行一项历史性的使命，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。路桥、河道是极具价值的资产。我们东海也可以拿路桥、河道来作为投资。2个3、5万吨的泊位做了加固以后，运载量能一下提升。东海相比华北地区有交通运输的优势。东海的设计方案，其核心价值就在于预留了改造升级的空间。2号码，你是想推管线运输物料？不说别的，单就深水码头这一点，就能让东海超过国内其他的老企业。输入管线的细化方案，你多久可以让我造？将来整个东海都能吃到加固工程带来的福利。宋厂长。对。哎，我打个电话。好，打吧。东海码头吗？我是宋宇辉，找一下冯雪华。好。冯工，宋厂找您。宋厂，你找我？咱们码头2个泊位都是5万吨的，没错吧？是啊，没错。我当初督建码头的时候做了预留加固，如果我们需要把2个5万吨的泊位合并成一个30万吨的大型泊位，还需要再投入多少？我看过当初的建设图纸，合并加固的施工难度应该不大。总投入我需要结合具体参数进行测算。行，那你算一下。没下课。等等吧。等等吧。成，你看他拿的是不是宋宇辉的包？你们认识宋宇辉？老程，咱不能走啊！不能走，咱们跟他当面对质。宋宇辉他在哪儿？你给我把他叫出来！你们是谁啊？凭什么这么跟我说话？我是谁你不用知道，你也不配知道。你现在告诉我你是谁？宋宇辉跟你什么关系？你说什么呢？你们是不是误会了？误会了？被抓现行了还叫误会了？胡说八道！你这是诽谤，我可以告你的。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，你干什么？你不要走，干啥呀？是桃子，你敢打我妈？啊！你什么人啊？我早就觉得你们2个有事儿了啊！你还背着我，你没了眼吃，你勾引谁呢？一天天的，你还很骂人，我呸！你不是挺能说的吗？啊！你给我说话呀！你说呀！哎，我还有点事，先挂了。现在是低三下四的对你，哪里对不起你了？
对不起啊。孙回，够了，别让我女儿再听见那些丑话。我要和你离婚。宋厂长，您好。你好，陆司在吗？在，您稍等一下。陆司长，好久不见。来，进来说。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谈，谁也不见。好。来，坐。今天到晚。是。码头加固改造的事情比较急，还牵扯一系列资产重新评估的手续。这件事儿啊，只有小拉你能够帮忙。我呀。这是登门求助来了，你跟我搞这些干什么？不是我要搞，东海班子的几个同志啊，都觉得总麻烦你过意不去，又害怕上次我硬要搞投资得罪了你，逼着我拿来道歉用的。你还不知道吗？不知道什么？部里的调查组昨天已经下去了，现在应该到东海了。调查组的任务是什么？东海和洛达在合资谈判中，宋运辉与外方代表关系不当，涉嫌出卖国家利益。部里这段时间连续收到2封举报信，第1封你应该已经知道了，第2封才是文准很艰巨。吴公明，我相信你的人格。但是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我相信组织，也相信上级会还我一个清白的。你这个人什么时候学会说官话了？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还是要谢谢你提醒我。这是我们东海码头泊位加固改造的申请材料。还有初步改造方案和预算，我想通过这个方案来增加东海在未来合资中的资产占比。我建议你，这个方案先暂时搁置。你还没听我说完。现在的情况对你很不利，准确的说是非常不利。难道说？就凭2封捏造的举报信，上级就会处分我？东海和洛达合资，产业体量大，技术水平高，国内国际的政治影响都很敏感，在这种态势下，没人敢冒险。我没有做过任何愧对国家的事情，我经得起查。在谈判过程中，你有没有使用非常规手段？有没有向对方透露过东海的底线条件？日本谈判资料都送进去了，前期的都送进去了。
后期那些呢？后期涉及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，但那些信息比较敏感，好多东西呢我有点拿不准，就想先开个会讨论一下，起码在党委内部统一下认识。没事，送进去。好。我曾经把东海与日企谈判的资料给洛达的代表看过，但那只是为了加速谈判流程。你呀，就是太冒失。第二封举报信说的就是这个事儿。现在看来，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。但是从谈判结果来看，东海并没有损失什么，不但没有损失，我们还因此得到了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技术设备。当然，东海给洛达的回馈条件也比较优厚，这一切完全符合平等合作的原则。用东海来搞试点本来就争议很多，东海是优质企业，很多人认为应该用资质一般的企业来做试点。你是顶着压力在往前走，你任何把柄都会引起重大后果。这些情况我都知道，但是外资不是圣诞老人，用落后企业来合资，能找到优质外企吗？这样搞下去就背离了国家开放的初衷。算了算了，我们在这争论一天也不会有什么结论。当务之急，你现在是要自救。对不起，太冲动了刚才。小兰，部里的情况你最清楚，我就一事不妨二主了。这件事情该怎么挽回，就拜托你了。其实部里昨天已经开过通气会了，我也替你说了话。你的人品和党性，组织上还是信任的。我没想到，我很感激。你是我看中的人，我相信自己的眼光不会错。谢谢你对我的信任。能做的，该做的，我也基本都做了。接下来要等到调查组回来，才能开始打第二回合。下面你要做些工作了。你说，等会儿你就赶回东海，暂停和洛达的谈判。记住，一定要用官方渠道，跟那个姓梁的代表，不要再有任何私下接触，明白吗？只有暂停合资，才能证明我跟梁思申的确没有什么瓜葛。只有赶走洛达，才能证明我的确没有因为所谓的男女关系，向外国企业输送利益。如果我坚持谈下去呢？我知道你一心想创建一个一流的企业，停止和洛达的谈判，回到原来我说的，创建一个超大型化工企业的路子上，你一样可以实现抱负。小兰，我相信你那条路也一定能够走通。但是东海等不及了，一期建设中存在的短板、技术能力不足、研发创新的局限，我们必须尽快补足。如果东海能够得到洛达的先进技术，经过我们自己的消化改造，3年，最多3年，在乙烯化工这一块，东海就能达到国际一流的水准。我必须谈下去。那你知道等着你的会是什么吗？知道。那还谈什么呀？无非也就是调离谈判组，最坏也就是离开领导岗位。只要这次合资能成功，东海就能成为国内第一个突破技术封锁、得到一流设备的企业。我向洛达争取了每年50个海外培训的名额，咱们的工程师、技术员就都有去美国学习的机会了。到时候你一定要多安排兄弟企业来东海交流，把老外的管理经验、技术技能尽可能的学过去，这样就能带动国内一批的化工企业。那个时候你在哪儿？
我在哪里不重要，你就是个傻子。也许啊，我也不想把自己说的那么崇高，但这件事情我就是倔驴脾气犯了。谈了这么久的合资，你让我临阵退缩，我做不到。你知道吗？我今天跟你说的所有的话，并不符合我的身份，我也很清楚。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听不进去，但我还是都说了。就是因为作为一个普通人，在这个时候，应该对朋友说。这些我都明白，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，朋友能做的你都做到了，谢谢你，小兰。废什么话？还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忙，说，我欠你的。不，你不欠，但这是你的职责。合资谈判的最后一轮，洛达提出要求我方增资500万美金，或提供等额资产。我想用东海的码头来冲抵这500万。在建厂的时候，我就对泊位进行了预留加固，现在只需要投入不到200万人民币，就能把2个5万吨级的泊位合并成一个30万吨级的超大型泊位。按照国际通行的资产核算方式，一个30万吨级。哎，回去以后有什么打算？你知道的，完成谈判。再以后呢？还是先把眼前的事做好吧。目前的结果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，但我还是想说一句：宋运辉，你是个爷们儿。保重。谢谢。我就不送你了。马长，宋厂找您。哎呦，宋厂回来了。哎呀，刚下车吧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飞机来回不算辛苦啊。哎，把那个谁送我那红茶给宋厂泡上。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哎呀，红茶养胃，这2天舟车劳顿，估计也没吃好吧。昨天啊，周四带着一个小组到咱们东海来了。周四的意思呢，是让我先跟你谈谈。好，怎么谈？宋长，你要知道，周四让我先跟你谈，就充分说明组织上还是信任你的。
我已经跟领导汇报过了，我的态度非常明确。你作为东海厂的常务副厂长，业务技术一把抓，人品能力绝对没问题。这次合资谈判当中呢，你可能是急躁了一点，但是绝对不会出卖国家利益，这个红线你绝对不会碰的。我相信你的当心。感谢组织的信任。好，明天上午你去跟调查组做个谈话，不要有思想抱负，更不要有抵触情绪。好。宋成啊，组织上让我跟你说的话我都说完了，下面呢是我个人想单独跟你说的话。好。小总，从年龄上说呢，我是你的老大哥；从职务上说，咱们是一个班子里一起工作的同志。不管从哪个角度上说，我都不希望你出问题。你出了问题，东海整个班子都不好看。我自问经得起调查，这件事情应该不会牵连到东海。我也相信你经得起调查。我跟班子其他几个同志也都通过气了，合资谈判从现在起暂停，只要调查完了没有问题，谈判的事情咱们重新启动。无论调查结果如何，谈判不能停。我被调查是我的个人问题，那么我退出谈判。你心中有大局观，你就应该接替我谈下去，东海的局面就能维持。现在你就别操心这些事儿了。是否继续谈判，让上级做决定吧。老马，咱们在一起共事快5年了，平时难得深谈。今天呢，我就把我的心里话都说出来。好，你呢，不是搞技术的出身，但很尊重专业技术人员，对很多专业问题你很纵容我。我呢，也愈发独断专行，工作上的摩擦，咱没断过。业务之争嘛，这个问题在咱们东海不算严重。4年多了，东海能有今天的成绩，离不开你在背后默默的支持。也多亏了你为人低调，一向是不争功不害人，更重要的是，你有底线。你一直把东海厂的利益看得比你个人利益还重要。你去北京，陆四怎么说？码头扩容的计划下星期应该就能批了。我接替你的事儿，还要先向领导汇报。等上级批准了，继续谈判。周四那边我也会尽力去争取，咱们一起努力吧。好。这是前期谈判的所有备忘录和草拟协定，还有洛达提供的技术设备的具体资料，你先熟悉一下。要是有什么疑问，找我就行，或者找丁兆成也可以。小宋。合资谈成以后，我给上级写报告，建议由你来担任合资厂的厂长。
先要坦诚。我会尽力的。拜托了。刘啊，是我。哦，我在东海的家这边。嗯。我东西已经收拾好了，一会儿就搬走。你别这样，我们可以谈谈。不用了。你等我一下，我这就过来。我给你打电话，是因为调查组的事情。他们要找我过去谈话。他们说有一些问题想要问我。你知道他们要问什么吗？知道。我可以帮你讲话。你只要实话实说就好。我可以帮你讲话。你保住杯子，也保住面子。你想说什么？咱俩应该换一种活法，不要再像以前那样了。怎么换？你每天都要早点下班回家，少加班，家里的事情你都要尊重我的想法和意见，不要什么事情都由你一个人去做决定。还有呢？让梁思辰走。咱们还是见面说吧。不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知道你的态度了。开言。我等了你3天，这3天你都没有找我。我去北京了。这3天对于你来说很短。但这3天对我来说度日如年。我妈每天都劝我，她说让我低一低头，她说不要让我管什么对错，说忍一忍，凑合着过就行。她还说，大家都是这么过的，婚姻就是这个样子。不，婚姻不是这样的。对呀，婚姻不是这样啊，最起码不是我想要的。我们应该再努力一下。钥匙我放到门框上，你来的时候记得拿走。小颖就先住在你这边吧，等手续办好了，我就来接她。
小程啊，我们把你找来，就是想了解一下宋运辉同志的情况。组织上也是为了保护小宋，所以才要来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。宋运辉，他不是个坏人。还有什么别的情况，你都可以讲。没有了。关于宋运辉和洛达集团的代表，就是那个梁思申，他们之间的关系，你了解多少？梁思申是他的学生，他们很多年前就认识了。那你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常吗？这个我不想谈。这个事情很重要，它直接关系到东海厂的合资。宋运辉他不会出卖东海厂，他更不会卖国。他不是个好丈夫，但他是个好人。小程啊，组织上也是倾向于相信宋运辉同志的。但是，你说的这些跟你父亲向我们反映的情况有很多的不同之处。我爸爸来了，老常同志主动找的我们，他把情况说得很清楚。从宋运辉离开荆州开始，一直到最近你们俩之间闹的矛盾，我们都了解到。我的家事和东海厂没关系。没事，我先走。
喂，大哥，杨丽，怎么了，老三？大哥，他妈得癌症了。 妈知道吗？妈不知道。老三，你听我说，这事不许说，千万不能说。一切等我回来再解决。啊，你等我回来。好，大哥。 杨泉，出事了，快下来！快，出事了！没事没事。什么没事啊？得赶紧告诉梁思申，宋运辉出事了。出什么事？参谋长方平给我来电话，说有人整他，要把他弄下去，是他老丈人整的。没事吧，杨泉？你要不舒服，我先上去啊。那你找梁思申干什么？要想保宋运辉。 只有梁思申能帮上忙，他一闹，东海的人就会怕，闹急了回美国，东海的盒子就黄了，那东海的领导就知道离开了宋运辉，他们什么都办不了。你别去，为什么？我今天得跟梁思申签约。杨轩。 宋运辉认识你10几年，他帮过你多少次？我知道，小辉哥帮我的我都记着呢。但是这个商场我必须得开，再缓一天，等我签了约，明天我们再想办法。杨轩，你就是跟梁思申签约了，他人回美国了，还怎么能跟你继续合作？我不管，这件事情我必须得做成。 梁思申回不回国，能不能跟你签约，那都得是人梁思申自己做主。你拦我也没有用，除非这事儿不让梁思申知道。老薛，你松开！我求你了，大军哥，你别去！你给我松开！我。你给我松开！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！你给我起来！我不起来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大军哥，我求你！杨轩，我告诉你，我求你了！杨轩，老子刚认识你时候，刚从牢里出来，小买卖都做不成，从来没有看不起过你。但你今天这么做，我真后悔认识。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让我跟梁思申签约。 这件事情我必须得做。签完约明天就告诉他。我求你，我求你了。你去吧，我不拦你了。从今天起，咱俩不再是朋友。和你走过理想的大河，从容的
看那盛放的花儿，来自期盼的种子；你看那丰硕果实，来自耕耘的浪漫。宽广的大河，来自八方汇聚的消息；奔腾向前的大江，来自高山的哺育。和光同行，跌跌撞撞的摸索；和光同舞，奋不顾身的坎坷；和光同志，不为生命而来，不为低谷而去。你看那盛放的花儿，来自期盼的种子；你看那丰硕果实，来自耕